陈峰被冷空气呛醒，眼前熏黑房梁，破洞窗户，没有灯忽明忽暗。1970年东北靠山屯，我重生了。哥，你醒了。小豆包，父母双亡，大雪封山，上一世我下跪，让他饿出胃病早治，还好都活着。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不了，这个给你吃。我真吃过了，灶坑边捡了半拉烤土豆，肚皮都撑圆了。复鸣声响起，打破寂静。哥，我以后别骗哥，哥不饿。不行，你是顶梁柱，不吃饱咋有力气？快吃，不然我也饿着。上一世我混蛋，这一世绝不让他啃黑窝头。山里有肉，缺的是本事。他目光落在墙上老爹留下的单管猎枪上，翻身下炕，握住冰凉的枪管。检测到宿主狩猎意志，山野之王系统激活，新手礼包狩猎直觉，百步穿杨稳体魄强化。暖流变深，眩晕感消失，能清晰听到屋外细微动静。陈峰眼神发亮，这就是系统的力量。他单手拎枪，往日沉重的猎枪此刻轻如烧火棍。哥，你别去跟赵建国打架，我不吃肉了。没打架，哥进山一趟。进山，大雪封门，这是送死啊！没事，老天爷赏饭吃。他刮出缸底糙米倒进铁锅，加水。你在家熬粥，粥稠了，哥就回来。哥，那是最后的米了，留着下崽儿，以后咱家不吃这个，哥给你弄野味。他放下窝头，紧棉袄，扣帽子，拎枪推门而出。黄蜂果雪粒砸来，他视野中浮现绿色光标。野兔足迹120米，新鲜；野鸡栖息地300米，老龙口有大型猎物踪迹。这分明是聚宝盆。他回头看了眼窗后晃动的小脑袋，大步踏进风雪，雪地上留下深脚印，通向长白深山。风雪刺骨，陈峰踩雪前行，呼啦草鞋发响，系统强化让他浑身发热，毫无疲惫。自家土坯房被风雪吞没，他握紧猎枪，拉萨枪托，先开个招。他意念微动，视野中浮现绿色光标，标注猎物踪迹。他骤然停步，锁定左前方枯草旁一只5-6斤重的肥兔正在刨食。行走的红烧肉。他举枪抵肩，视野弹出红色弹道修正线，弹道修正辅助开启。他调整枪口，扣动扳机，枪声炸开，野兔栽倒雪窝，瞬间没了动静。狩猎成功，随身空间激活。野兔凭空消失，脑海中格子里显示新鲜度100%，恒定保鲜。以后山货不愁放坏了。陈峰视野边缘闪过刺眼红光，特殊目标踪迹，距离150米。富贵险中求。他端枪，借着灌木丛掩护摸过去。风雪渐大，能见度不足10米。老龙口附近阴森昏暗，他拨开针字条，看见雪地上凌乱的回力鞋印。大雪封山，哪个知心敢来？嫌命长。陈峰顺着脚印走10几步，老红松树根被风触，红光消失。他用枪管挑开松枝，见一个人影缩在树下，军绿棉大衣裹身，脸色惨白。那人抬头，睫毛挂霜，嘴唇发紫，正是苏清雪，眼神满是惊恐。上一世他差点死在山里落风枝，原来就在这。苏知清，别杀我！杀你干啥？你肉不值钱，起来，地上凉。脚崴了。上来，魔击茶，这是狼屋，天黑我也保不住你。警告，捕食者接近，灰狼2只，距离15米，攻击意图极高。闭眼。上一世我只会推他挡道跑路，现在攻守互换。左侧灰狼蹬雪跃起，直奔陈峰脖颈。苏清雪吓得一滑，拽得陈峰身形晃动。陈峰未回头，右手端枪左甩，果断扣动扳机，砰！枪火炸开，灰狼脑壳崩裂，狼血喷溅，几滴落在苏清雪侧脸。右侧灰狼见红眼，趁陈峰换弹不及，扑向其持枪右臂。单管枪打完就当锤子用。他握枪管中断，腰腹发力，将枪托当成锤子轮圆砸出，咔嚓！打狼就得打腰。他抬脚踹向狼头，灰狼彻底没了动静。击杀成年灰狼 X2，获得奖励年代盲盒 X1 存入空间。提示：狩猎稀有猎物可获年代盲盒。陈峰用血搓去手上血迹，转身走向苏清雪。苏清雪瘫坐树根，瞪着狼尸，震惊失神，又看向陈峰。吓傻了？狼皮毛能做护膝，肉够吃顿好的。我以为我死定了。别哭，眼泪冻住还得我抠，能走不？脚崴了，动不了。上来，魔击茶，再待着说不定招熊瞎子。系统强化的体魄，领2头狼毫不费力。陈峰大步下山，苏清雪趴在他背上，脸颊贴起棉袄，听着他沉稳心跳。陈峰，谢谢。谢啥？嘴上谢没用，山里规矩，救命之恩得请吃红烧肉。正好我有肉，你会做不？我妹煮粥都糊底。我会做，还行。那正好，别回执行点了，先去我家养伤，那帮人指不定咋编排你。苏清雪想起赵建国的纠缠，轻轻应了一声，搂紧陈峰脖子。哥，你杀人了。杀什么人？杀生了。狼，2头狼。哥，你把狼窝断了。傻愣着干啥？去把炕头被子抱过来，给苏知清捂捂。苏知清，你快暖暖。
开启年代盲盒稀有，获得大师级包皮刀剧组、晶圆500克、工业券5张、大白兔奶糖1袋。这系统真懂事儿，剥皮刀正好用得上。小豆包，过来。哥，要杀狼吃肉了吗？哥，这啥呀？比红糖水还甜。就知道吃，这是大白兔，供销社都难买。张嘴。我不吃，留给西月吧，这东西太金贵。让你吃就吃，低血糖晕过去，还得我灌糖水。下乡2年，这是我吃过最甜的东西。哥，刚才赵建国带着人来敲门了。这瘪犊子来干啥？他说看见苏知清进山，想进屋看看，还问咱家有没有多余粮食，贼眉鼠眼的。上一世他抢咱家口粮，害西月大病，这笔账该算了。赵建国那孙子胆来，我就敢让他横着出去。赵建国那点破事不值当放在心上，这年头填饱肚子才是头等大事。陈峰手腕一翻，掌心出现哑光短刃。看好了。哥，你这手艺跟谁学的？梦里老神仙教的。太饿了，这香味实在忍不住。兔肉下锅爆炒，陈峰抓一把系统精盐撒入，看着火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。鞋脱了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自己能正骨？他伸手抓住苏清雪脚踝，麻利解开冻硬的鞋带，剥掉湿袜子。苏清雪的脚白皙纤细，脚踝肿如紫馒头。陈峰将她的脚按进热水，手法娴熟，按压穴位。疼，轻点。行了，正过来了，明早就能消肿。哥，熟了吗？熟了。他盛满3大碗，陈峰将肉多的一碗递给苏清雪，把兔大腿夹给陈希月，自己碗里多是骨头和土豆。臊。苏清雪夹起肉块塞进嘴里，烫的皱眉却一脸满足。太香了，这是下乡以来吃的最饱最香的一顿。你也吃。对，这才是日子，是我重活一世要守住的温暖。院子里传来闷响，紧接着是篱笆门吱嘎声。哥，是不是狼？不是狼，是人。肉香飘出去，果然引来了贪心的鬼。妈呀，狼！鬼叫唤啥？死的。峰哥，这狼咋在你家？峰哥，这皮子完整的，供销社能卖30-40块一张吧？公家价，黑市能换120一张。120。梦里老神仙教的手艺，喝了压惊。王铁生端碗猛灌，随后陈峰割2斤狼肉，用草绳穿好扔给他，拿回去给婶子包饺子。谢谢峰哥，这狼真是你打的。简单，2头狼抢食撞树上了。胖子，嘴严实点，有人问起就说狼是被人砸断腰死的。懂了，峰哥，谁打听我都忽悠瘸他。我睡板凳就行。想变冰棍你就去，西月睡里头，你睡中间，我睡炕梢挡风。苏清雪磨磨蹭蹭躺下，身体僵硬，紧贴陈希月。陈峰吹灭煤油灯，小屋陷入黑暗。身边就是苏清雪，她身上的哑霜味太诱人，系统强化的体魄让我浑身燥热，太煎熬了。陈峰，咋了？谢谢。小事，睡觉。苏清雪呼吸渐稳，靠着热炕和陈峰的背影睡得很沉。次日天蒙蒙亮，窗外透进青灰色光线，院子里传来嘈杂脚步声和砸门声。陈峰，你个流氓二流子，滚出来！苏知清一晚上没回点，肯定被你强扣了，作风问题。申支书和保卫科都来了，怎么办？作风问题会逼死人的。别怕，大清早的哪来的野狗乱叫？想死是吧？木门被拍的山响，门框积灰簌簌掉落，风雪卷着哈气弥漫。支书，您听见了吧？他故意不开门，心里肯定有鬼。苏知清是大队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，孤男寡女关一宿，要是被他糟蹋了，靠山屯的脸就丢尽了。陈峰，赶紧出来！再不开门，民兵连就动手了。木门被陈峰从里面一脚踹开，2扇门板撞在土墙上，发出断裂声，热气裹挟气流涌出。陈峰站在门口，棉袄敞怀，胸肌紧实，手里提着手腕粗的榆木顶门杠，眼神冷过寒风。刚才谁说要踹门？腿不想要了？陈峰，你别恨，苏知清是不是在里面？你这是流氓罪，我们要搜查。流氓你大爷！想看就来，把你破手电照这儿，睁大狗眼看清楚。妈呀，是狼，2头狼！这狼腰骨断了，这得多大手劲？昨晚上这2畜生想进屋加餐，顺手收拾了。赵干事，你刚才说流氓罪，这2头狼是你家新奸，我杀了他们，你心疼啊？昨晚我就在，峰哥为了救苏知清，赤手空拳跟狼搏命，这是英雄救美。赵建国，你思想太脏了。既是救人杀狼，就是好事。建国，没凭没据，别折腾大伙，都散来。慢着，以后离我家门远点，也离苏知清远点，不然下次躺在地上的指不定是谁。支书，等一下。苏清雪清冷却虚弱的声音从屋内传来，门轴摩擦作响。苏清雪扶着门框，身形摇晃，披着陈峰的破旧棉袄，她头发散乱，脸色惨白，脆弱的让人揪心。人群瞬间安静。大伙看，衣衫不整，这就是铁证。苏清雪，你怎么能跟2流子鬼混？赵知清，我的天，这腿肿成这样了。昨天下午你非要拉我去小树林谈心，我不去，你就一直跟着。我要是不躲你，
会慌不择路跑进老龙口禁区，会差点被狼吃了。赵建国，你逼得女知青冒死进山，这是迫害知识分子，还是流氓滋扰？不是，我是关心同志，你血口喷人，坏分子啊！我冒死从狼嘴里救回他，他腿断了走不动，我不背他回来，难道扔雪地里冻死啊？师叔，赵知青说救人有错，那以后村里谁家有难都别管了，省得被说作风问题。混账东西！苏知青的伤，地上的狼都是假的，你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陈家小子，狼皮归你，算村里奖励，让妇女主任把苏知青送回知青点吧。不用，他腿刚正骨，动不得，容易落残疾，在我这养2天消肿再说。我妹在屋里，我不趁人之危，谁不放心？白天可以过来看着。孙女，别整出事，散了，都去上工。行啊，苏知青，刚才挺护短，没想到你嘴这么能说。我是实话实说，他本来就烦人。是烦人。那昨晚孤男寡女，名声传出去了，你嫁不出去，是不是得赖上我？苏清雪抬头撞进陈峰眼眸，心跳漏拍，心里竟无反感，反而踏实。既然赖上了，就先喂饱肚子，今儿早上吃狼肉贴饼子。门板合拢，光线变暗，隔绝屋外探头探脑的视线。苏清雪神色舒缓，羞耻感涌上心头，她把脑袋埋进衣领，棉袄上的烟草味混着硝烟气，让她莫名安心。刚才那股对天对地的劲儿呢？骂赵建国时，嘴皮子不是挺利索？脚伸出来。苏清雪本能缩脚，陈峰大手探进被窝，精准捉住她的伤脚拽了出来，脚踝肿胀消退不少，仍有青紫。陈峰指腹捏了捏，刮得苏清雪脚心发痒。还行，没废，老实待着，我去弄吃的，管好你那肚子。哥，老板。狼油葱花饼，再煮锅肉粥。开饭，慢点，饿死鬼投胎。下乡2年，从没吃过这么精细的东西。咋，不好吃？没，就是太烫了。饭后甜点，压压苦味。你在家养伤，看着西月，别让他偷吃生肉。这个你拿着，进城买点水喝，算是住宿费。我有钱。拿着。行，住宿费收了，在家等着，晚上给你带好吃的。峰哥，我也想进城，你看这能冒充小老虎皮不？我想换钱娶小花。胖子，想蹲大牢就留着。还有，小花上个月定金了。那二丫也行。出去，走，跟哥进城，带你见世面，看票大的。天未亮透，县城笼罩在青灰薄雾中，墙皮斑驳，标语残缺，冷风刮过电线屋叶。陈峰带着王胖子前往偏僻的鸽子市，准备出手狼皮。县城薄雾弥漫，路灯喇叭哑火，冷风萧瑟。王胖子缩脖捂怀，陈峰背竹篓盖烂菜叶，稳步前行。峰哥真没事。二大爷说抓投机倒把要挂破鞋游街，剃阴阳头，太害怕了。这要是被抓，一辈子就毁了。可传家宝还得换钱娶媳妇，怕就回去。那哪行？这是传家宝，指着他换钱娶媳妇呢。把你那老虎藏严实，让人看出来是猫。咱俩今天横着出去。站住！干啥的？没看路风了？想偷木头？俩乡下来的泥腿子，就是送上门的肥羊，得宰2刀。2位大哥，借个活，长白山上下来的，有运货，借贵宝地盘道，茶水钱不成敬意。面生啊，进去吧，别惹事。里头有洪秀姑巡逻，这后生有气场，还懂行话，烟也是真货，虎口有老茧，是个狠茬子，惹不起。峰哥，你刚才太吓人了，他俩咋就放行了？学着点，这地方越怂越被宰，亮出成色才被敬3分。系统空间有灵田，要是弄点深苗种进去，以后就是摇钱树。小兄弟，这味儿不对，煞气重，刚见过血。刚剥的，还热乎着。老爷子，这东西烫手，您接得住吗？陈峰背着盖烂菜叶子的竹篓，王胖子缩在身后，面对一个指尖发黄、指甲欠泥的老头。老头目光精明，直勾勾盯着竹篓里的银灰狼皮。老头手指刚要碰到狼皮，啪的被陈峰挡回。规矩，眼看手不动，禁酒的冬毛，手汗坏了品相，你赔。毛色亮，底绒厚，还有血腥味儿，是刚死的壮头狼，品相绝佳，品相凑合，狼皮不稀罕，1张10块，2张20全包。20块抵我爹大半个月工资，这狼这么值钱？20。哎，之前你留着买棺材锭，我去省城给省革委会领导做护膝，换的可不止这些。省城大领导，这小子气度不凡，绝不是普通泥腿子。小兄弟，买卖好商量，你说实诚价？100。多少？100块，把我卖了都不值。100块是2个1级工2月工资，羊皮袄都没这么贵。这是靠山屯老林头狼，无枪银整皮，急用钱才要这价。过了这次，你有钱也买不到。这皮子转手能翻1倍，这小子拿捏住我了。100就100，打点工业券。还有布票和10斤通用粮票，不要户口限制的，真钱没掺假。
大爷，长白山迷你虎收吗？滚犊子！以后有好货或老山参，拿这个去城东德仁堂找刘三爷，上头急要老山参救命，价格不封顶。峰哥，真有100块，这可是巨款，我从没见过。这才哪到哪？哥带你去国营饭店吃饺子和溜肉段。国营饭店是县城里最体面的地界，门口沉甸甸的棉门帘沾满油手印，霸道的荤油味顺着缝隙往外钻，勾得人喉头发紧。峰哥，真要进去，这一顿得花半个月工分，咱还是蹲墙根啃窝头吧。没出息，同志，点菜。没饭了，别在这儿占座，一股子土腥味，影响别人。红烧肉2碗，肉包子若干，2瓶北冰洋汽水。还有，同志，刚才是玩笑话，马上就来。钱居然这么管用。很快，红烧肉和肉包子端了上来，浓郁的肉香扑面而来，投机倒把，这才是过日子的滋味。太香了！再加1份小鸡炖蘑菇，多放粉条，炖烂点，再来5个白面馒头，1块红糖发糕，全部打包。家里还有人等着，得给他们带点。青雪腿伤需要补营养，西月也缺油水，这打包的正好给他们。峰哥，这钱我不能要。拿着，婶子的老寒腿冬天疼得厉害，这钱拿去抓药，扯不做身心意上，别推辞。峰哥是真心待我，这份情我记一辈子。走，再去给青雪买盒上海产的铁盒雪花膏，她的手冻得全是裂口，得好好养护。供销社是县城里能买到稀罕物的地方，推门而入，老陈醋、棉布、蛤蜊油与咸菜缸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，那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味道。实木柜台磨出包浆，玻璃后摆着搪瓷盆、洋布，透着几分富贵气。陈峰单手推开沉重的供销社大门，王胖子紧随其后，目光瞬间粘在墙上的白底红标回力球鞋上，手揣袖筒里，想伸又不敢，满脸向往。看啥？不买别凑跟前，刚擦的玻璃，别把穷酸气喷上去。拿2盒雅霜，那是给干部家属留的指标，不卖，你们用得起吗？去那边买1毛钱1勺的蛤蜊油。周围顾客纷纷侧目偷笑，王胖子脸涨得通红，拉着陈峰想走，却被陈峰按住。哎呦，同志，刚是玩笑话。再来2罐麦乳精，6尺粉色碎花细棉布，1身藏青色卡其布料，还有墙上那双44码回力鞋。峰哥居然还要买回力鞋，那鞋7块多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没人买，5毛钱拿去吧，再送您块花布头当抹布。胖子，别回头，跟紧我，有尾巴。哥，这是死路，死路才好办事，正好试试这新家伙趁不趁手。点子扎手，撤。峰哥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要交代在这。就几个毛贼，回家吃肉。2人背着物资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雪地里。回到靠山屯村口时，天色已擦黑。歪脖子老柳树下，一群村民正端着粗瓷碗嚼舌根，议论赵知青到陈峰投机倒把，说他怕是回不来了。2道人影走近，眼尖的村民手里的碗一抖，玉米糊糊泼了一裤裆。陈峰背着满满一竹篓物资，手里提着网兜，里面的麦乳精，熟视格外扎眼。王胖子抱着洋布，脚下崭新的回力球鞋在雪地里晃得人眼慌。这回力鞋就是不一样，暖和又抓地。别嘚瑟，赶紧回家，给婶子补身体，熬药，明早来帮我修房顶，坐着别动。陈峰关上门，掏出捂在怀里的铝饭盒放在炕桌，盖子一掀，红烧肉和小鸡炖蘑菇的香味瞬间散开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3人围着炕桌吃饭。哥，你兜里鼓鼓囊囊的是啥？陈希月叼着鸡骨头，盯着陈峰胸口。苏清雪也顿住筷子看过去，那里有个方形轮廓。煤油灯昏黄的光圈里，陈峰摊开手掌，掌心躺着2个巴掌大的蓝铁盒，正是上海雅霜。盖子上的卷发女郎透着贵气。苏清雪眸子瞬间定住，神色复杂。这是知青点里海市女知青都舍不得用的稀罕物。给你和西月买的。陈峰将铁盒放在炕桌，发出清脆声响。苏清雪盯着铁盒，又看向陈峰粗糙的脸，喉咙发紧。太贵了，我不用这个，蛤蜊油就行，便宜还防裂。蛤蜊油治标不治本，躲啥？我又不能吃了你。苏清雪身子僵住，手腕被拽出袖筒，手背上红肿开裂，还结着黑红血痂，全是冻疮印记。陈峰眉头拧紧，挖了一大坨雅霜，粗粝的指腹带着膏体，轻轻揉进苏清雪手背的干裂纹路里。苏清雪咬着下唇，脸颊发烫，红晕蔓延至脖颈，鼻尖萦绕着茉莉花香和陈峰的气息，脑子发晕。女人的手是第2张脸，再不养养，真成老树皮了，摸着多拉手。哥，好香辣，这是吃的吗？是大白兔喂的吗？这是抹脸的，抹完西月就是全屯最俊的小姑娘。西月被点成小白鼻头，咯咯直乐，伸手往脸上蹭。尖锐的哨音从窗缝钻进，煤油灯火苗乱窜，冷风卷走屋内暖意。苏清雪下意识裹紧破棉袄。陈峰收住笑意，看向熏黑的房梁和墙角的裂缝，窗外风雪声如狼嚎。这破屋子扛不住这1冬的大银炮。
能凑合住。等雪停了，我和西月捡柴火堵窗户，多烧炕就行。凑合，我陈峰家里的人不能住这种漏风窟窿。明儿我不进山找许木匠，先顶重坡，加固墙体，再盘个新火墙，保证屋里能穿单衣。可是那得多少钱？你今天刚赚的那点，把心放肚子里，钱没了再赚，人冻坏了才亏。咱家也是万元户预备役，不差这点钱。行了，赶紧睡觉。村西头许家院子静的只剩刨木头的沙沙声，许木匠正攥着凿子干活，手艺精湛却脾气古怪。陈峰站在篱笆外，拔开2瓶2锅头的软木塞，将5斤血淋淋的狼后腿肉挂在篱笆桩上，酒香和肉香顺着风向飘进屋里。屋内刨木声戛然而止，3秒后，木门拉开一条缝，许木匠探出头，眼神死死盯着狼肉，喉结滚动。哪来的？刚从狼身上扒下来的，还热乎，90供销社刚提的，65度烧刀子。进来，脚底泥蹭干净。屋内满是松木香，满地爆花，墙上挂满磨得发亮的工具。无事不登3宝殿。陈二想偷鸡摸狗，赊账就拿着东西滚蛋。我想把家里破房顶掀了，重新吊顶，盘火墙，改地基。盘火墙是干部待遇，你那破土房，烟道一走，墙壁塌。这图谁画的？我画的。这块留空腔，解决土坯和红砖膨胀系数不一样的问题，不然墙壁裂。这活工程量大，拆顶、砌墙、走烟道，你给得起工钱？1天1块，管3顿饭，顿顿有肉，酒管够。你拿老头子开涮，这是定金。干了，这是我存了10年的老红松，油性大，不招虫。既然你懂行，这料子我倒贴。谢过许爷。你家老屋地基浅，按图纸加重，地基不稳，得深挖，重新灌浆。那就挖。顺便把地窖扩一扩，以后存肉方便。陈峰走出许家院子，夜色深沉，雪已停，身后传来磨锯子的声响。陈峰望向村东头通往大河村的方向，眼神复杂，想起亏欠太多的二叔陈保国。这回咱们一家人得整整齐齐的。陈峰紧了紧棉袄领子，大步踏入夜色，眼神坚定。峰哥，还有多远？这面带压得我腰都断了。到了。陈峰抬手抹去脸上血沫，目光定格在半山腰的土坯房上。房子塌了一半，破败不堪。二叔，上一世我浑浑噩噩，吸你的血，让你含恨而终。这辈子我加倍还你。跟上，面撒一点，把你扔雪窝里。院墙坍塌，院内柴火垛光秃秃的，屋内传来隐约的说话声。陈峰驻足倾听。好儿他爹，小虎额头烫得吓人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去卫生所拿啥去？家里就剩半缸杂合面，那是过年的口粮。那也不能看这孩子烧啥。别嚎了，明早把芦花鸡抓去公社换钱，那是家里唯一的活物，本指望下蛋换盐。一只下蛋鸡竟是一家子的指望。峰哥，咋不进屋？我肩膀快扛不住了。煤油灯光线微弱，陈保国披着露棉絮的破袄，二婶眼圈红肿。疯子，你咋来了？是不是又惹祸了？二叔就这2块钱，原本给小虎的，你先拿去平事儿，别让人打。胖子，卸货。轰，这是白面，还有这些。妈，我想吃肉。疯子，说实话，这东西是不是抢的、偷的？快跑，叔给你顶着。二叔陈保国那双满是裂口的大手，像铁钳般死死扣住陈峰的胳膊，力气大的推得陈峰脚下打滑。愣着干啥？胖子，带他走山路，往老林子钻。投机倒把要蹲大狱，抢供销社更是掉脑袋的罪。疯子可不能栽进去。松手，二叔，我真抢了供销社，派出所早堵门了，哪还能给你扛面？那你哪来的钱？这代富强反，城里双职工1年也攒不下这么多票。偷能偷来工业券，售货员能给贼开收据？这真是买的，你哪来的钱？进山撞了2头狼，蹄子卖了100块。100块，我一辈子刨土也攒不下这么多巨款了。我来请您监工修房，我家破房得先顶，盘火墙，挖地基，工钱1天1块，顿顿有肉管饱。好儿他爹，小虎想吃肉羹。混小子，没给老陈家丢脸。甜，真甜。小虎从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，疯子真的长大了。收拾东西，今晚就搬去靠山屯修房，要赶在破5前架大梁祭山神。风雪停了，一行人举着松明火把前行。二叔腰杆挺直，跑调的小调透着欢喜。陈峰走在最后，看着前方火光与二叔的背影，嘴角带笑。这才是重生，填平遗憾，过热气腾腾的日子。峰哥，你家院门口有人？这大半夜的，不像好路数。胖子，看好东西，走。寒风卷着雪沫，呜呜作响。3个黑影凑在院门口，脸贴门缝张望。看见没？那是苏之清不？真白呀！好看吗？峰哥，我们就是担心你不方便，来看看。滚！峰哥忙，我们走。这小子现在有扛事儿的狠劲了。二叔，进屋。门帘一掀，松木香、油饼香和红烧肉香扑面而来。别动，
这就是苏知青，咋跟画报上似的，能看上疯子？这哪是找媳妇，是请了尊菩萨。二叔、二婶，我脚不争气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给孩子舔舔嘴。好，拿着吧，嫂子给的。疯子，你这日子是真起来了，比公社书记还滋润。这才哪到哪，以后让您二老跟着享福。二婶带小虎，西月睡炕头，清雪睡中间，二叔睡炕梢。我和胖子去王婶家借宿，明早还要上大梁。不行，你是主家，我和胖子去借宿。听我的，胖子，抱被子走人。峰哥说啥算啥，只要明早有肉吃。陈峰临出门，嘴角微扬，回头看了一眼苏清雪。峰哥，明儿10几张嘴，那点狼肉不够吃啊。明儿你盯工地，我进山，整头大家伙回来。啥大家伙？睡觉，明儿早起。天刚蒙蒙亮，院子里叮当乱响。许木匠拉着墨斗线，在木料上弹出黑线。陈宝国光着膀子抡大锤砸墙，身上冒热气。二叔，您这腰还要不要了？吃了你的狼肉，我能抡死一头牛。今儿必须先房顶，明上大梁。峰哥，许爷说这红松大料能保陈家3代富贵。有您盯着，我放心。10几张嘴要吃饭，我去老龙口整点带有水的硬菜。别往深了钻，见好就收。陈峰，咋出来了？德华，回屋去。进山，当心点。早起多煮了2个，趁热吃。苏清雪耳根通红，不敢看陈峰。等着，晚上给你加餐。快走吧，贫嘴。苏清雪看着陈峰背影，嘴角不自觉上扬。寒风刮脸如钝刀，陈峰踩在积雪上，咯吱作响，猎人本能苏醒。山野之王系统开启，今儿要找大家伙。警告：前方5米，隐蔽捕兽夹。不是防野兽，是防人，多半是村东头赖子干的。借花献佛。发现踪迹野猪群，数量12家，距离1.5公里。来了，山坳里10几头野猪拱石巷子，领头的野猪王体型庞大，像黑色小坦克，黑毛如钢针，脊背宽阔，獠牙半尺长，泛着惨白光泽。目标锁定成年公野猪王，危险等级极高。二狗那阴货，昨晚准在林子里射套阴我，还好我选了下风口藏身，不然今天真要栽了。二狗这里我一个人消受不起。陈峰抠出冻硬的土克拉，掂了掂，舔指侧锋，手腕一抖，土克拉精准砸向野猪王左侧10几米的枯树丛。土克拉落地声在死寂雪林里如炸雷，猪群瞬间炸窝，唯有野猪王抬头，绿豆眼满是凶光，鼻息喷吐2道白气，如小型蒸汽机。陈峰扯开领口，一丝热气顺风飘向野猪王。野猪王前蹄刨地，动土飞溅，低着头朝陈峰藏身方向冲来。必经之路正是老橡树，地面颤抖，野猪王速度极快，身后拖出雪粉白龙。陈峰手指搭在扳机上，稳如磐石。野猪王避开树干，前蹄踩在虚浮积雪上，触发重型捕兽夹。陈峰站起身，端起撅把子，激活百步穿杨天赋，瞄准野猪王左耳孔。下辈子投胎，别长这么肥。陈峰扣动扳机，枪口喷出火舌，毒头弹精准钻进野猪王左耳孔。野猪王身躯抽搐，4蹄蹬直，重重砸在雪地上，彻底没了动静。陈峰原地站立2分钟，压入1颗铜壳子弹挂火，确认野猪王断气后，提着枪走近，用包皮刀给野猪王放血。陈峰卸下捕兽夹，小心翼翼收进系统空间。二狗这手艺不错，留着当证据。恭喜宿主成功猎杀长白山野猪王，评级完美猎杀，触发特殊奖励机制，正在抽取年代技能盲盒。恭喜宿主获得国宴级烹饪精通，东北菜系专精。恭喜宿主获得初级大力丸1。来得正好，家里人等着吃饭。苏清雪嘴还刁。陈峰吞下大力丸，骨节噼啪作响，握拳时空气发出爆响，眼神亮了亮。陈峰手脚麻利地用包皮刀处理野猪，将下水捕兽夹收进系统空间，用老藤条捆住野猪后腿。走着。陈峰拖拽着野猪王在雪地上前行，留下宽阔深沟。峰哥，你可别出事啊！二狗没安好心，林子里还有狼，谁是人是鬼还是黑瞎子？峰哥，这猪成精了吧？峰哥，这得有4、500斤吧？你用那破撅把子弄死的？出去，起来搭把手，下山，家里人该饿了。行了，你在前头开路。社员们准备上工，赵建国、二狗等蹲在老柳树下晒太阳。陈峰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狼皮指定是捡的，进山想搞大祸，做梦。就是他根本不可能打着大祸。他要是能打着大祸，我把这柳树吃了。地面隐隐颤抖，王胖子昂首挺胸在前开路，陈峰单手拽藤条，拖着野猪王走来。野猪王庞大的身躯碾过路面，猪鬃泛着油光，獠牙向天，气势逼人。赵建国、二狗等人僵在原地，嘴里的瓜子皮掉落，眼神凝固，全场死寂，只剩野猪王獠牙泛着冷光。400多斤的野猪王横在地上，黑棕如钢针，獠牙泛着惨白光泽，
左前腿断处嵌着一个生锈的大号锯齿捕兽夹。运气不错，进山碰着个好心人下的重礼，这夹子劲儿真大，400斤出生的骨头都能夹碎。这要是夹在人腿上，下半辈子怕是只能爬着走了。那是我昨晚埋在陈峰必经之路的夹子，怎么会夹在猪腿上？他是不是发现了？老天爷，这得练多少板油？陈家老二真成气候了。陈峰哪伤着了？怎么流这么多血？我就说不让你去，你非不听。你要是出了事，我怎么办？这也太让人羡慕了，不仅有几百斤肉，还有天仙似的媳妇心疼，神仙日子也不过如此。傻媳妇，哭啥？这是猪血，不是我的。你男人本事大着呢，这点小场面算个屁。我怎么这么莽撞？几百号人都看着呢，太丢人了。胖子，关门！谁敢伸脖子往里看？放狗！院里，许木匠骑在房梁上放线，陈宝国握着大锤，两人看到陈峰拖着野猪进来，都愣住了。乖乖，陈老板，这下不仅能给房梁刷猪油防蛀，还能给大伙刷肠子了。老陈家终于出了个能顶门立户的爷们了。陈峰把野猪扔在案板上，拿出包皮刀，寒光凛冽，烧水来不及了，今儿露一手生包，看好了。陈峰刀工娴熟，无多余动作，刀锋在皮肉间游走，不到1刻钟，一张完整的野猪皮被剥离，板油足有3指厚。院墙外头，老猎户王大拿扒着墙头，旱烟袋锅子掉在地上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这是庖丁解牛的手法，这小子啥时候练出的绝活？二叔，这快拿回去炼油，包饺子拿去让你妈炸肉段，小多包，这个烤着吃贼香。疯子，这太多了，都是钱啊！自家人提钱，您抽我？多吃肉喽，哥最好了。陈希月眼睛亮晶晶，小心翼翼把猪尾巴揣进怀里。今儿大伙受累，除了工钱，每人走时拎1斤肉，剩下的胖子起火，今儿全猪宴，杀猪菜管够，让全村都闻闻咱老陈家的日子香不香。陈家院里，2口大铁锅架在泥灶上，老松木盘子燃起的火苗窜起半人高。陈峰凭着系统给的国宴级烹饪精通，正熟练地做着东北杀猪菜，浓郁的香味很快飘出院子。第1口锅里，板油炼成清亮的油脂，油梭子金黄酥脆。第2口锅里，酸菜遇热油爆出酸爽，与五花肉、大骨头的肉香缠绕在一起。王胖子蹲在灶坑边烧火，盯着锅里，喉结滚动，咕咚！别看了，拿去给大伙phân垫垫底。我的亲娘，这比肉还香，给个县长都不换。陈峰端着兑好调料的猪血，熟练灌肠，扎紧，文火慢煮，时不时用细针扎眼放气，紫红色的血肠在汤里飘起，嫩到极致。开饭！工人们捧着海碗蹲在墙根，碗里酸菜、五花肉、血肠堆得冒尖，只剩呼噜呼噜的扒饭声。陈老板，你这手艺绝了，城里国营饭店的大厨都没你做的味正。那是，也不看是谁兄弟。肉香飘遍全村，隔壁5岁的虎子扒在墙头，看着手里的黑面窝头，当场哭了起来。村里各处接连响起孩子的哭闹声。妈，我不吃窝头，我要吃肉，隔壁好香啊！造孽啊！陈家老二这日子简直是遭人恨。陈峰挑出1小块护心肉，切成小块，浇上蒜泥酱油，掀开门帘进了屋。屋里暖烘烘的，苏清雪盘腿坐在炕头，手里的书拿倒了。这香味太勾人了，肚子都叫了好几回，可不能让陈峰笑话。我不饿。张嘴，好吃吗？行了，好好歇着，外头还得忙活。他怎么能这么放肆？心跳得好快，浑身都软了。疯子，吃了你这顿肉，活儿干不漂亮，我把双手剁了，给你当下酒菜。没错，峰哥，你就瞧好吧。疯子，明一早得办正事，祭山神。这房子底下有名堂，动土前得跟山里老祖宗打招呼，不然梁架不稳，财也守不住。二叔虽不知道地底下有关东军物资，但直觉真准，正好借着祭山神，光明正大的把好东西挖出来。行，听您的，咱好好记一记。天刚蒙蒙亮，大雪覆盖靠山屯，院子中央摆着吊漆枣木方桌，桌上供着野猪头3碗烧刀子和1摞黄纸，寒气逼人，哈气成冰。祭时到，山神爷在上，老陈家动土修房，借您宝地求平安，猪头好酒供奉，保佑家宅安宁，人丁兴旺。山里人信山神是敬畏自然，求心安。我这一拜，只为重活一次，能把苏清雪娶回家。起！鞭炮炸响，红纸屑纷飞，许木匠带俩徒弟赶来，踢了踢墙根地面，发出梆梆闷响。东家地动透1米深，硬刨震裂虎口，得架火烧化才能动。不用那么麻烦，胖子，闪开点，别崩一身土。陈峰腰马合一，挥镐砸向冻土，镐头全没入，随后翘起磨盘大的冻土快崩飞。许木匠徒弟看得目瞪口呆。哎呦我操，真死憋了！峰哥，你那是手还是铁钳子啊？众人哄堂大笑。陈峰开路破冻土，许木匠带人拆墙，不到2小时，2堵危墙被推倒。喝口水，歇会儿。手脏，拦死你算了。二叔，那边我想扩个地窖存冬菜冻肉，您老经验足，烧来长长眼，挖2米深。称挖地窖得挖斜坡，不然一塌。疯子，这底下
好像有东。陈宝国挖地窖的土坑中露出黑油布包裹的箱子角，铁皮隐约可见。许木匠凑过来，满脸好奇：这是刨着老树根还是古木了？哪来的古木？许师傅，村口王大爷捎信，你订的松木卡在雪窝子了，劳烦你带徒弟去迎一迎，回来加烟。成，料子是大事，这就去。疯子，这底下有东西，要不埋回去，这犯法吧？二叔糊涂，老天爷赏饭吃，哪能推？别用手，用刀顺便起土，别弄散箱子。两人清理泥土，露出裹着黑油布的木箱子，拨开油布是相同边的樟木箱子，锁头锈死。陈峰用包皮刀撬开铜锁，掀开箱盖，箱内铺着民国报纸，底下是码整齐的银元，中间有几根小黄鱼，角落有银镯子、银锁片。我的亲娘哎，这得买多少猪肉？咱要当万岁爷了！快盖上，这是祸害，要掉脑袋的。二叔，这是咱太爷爷留下的，祖上走标，留些翻身钱买自家地基，不犯法。真是祖上留的，不然金子能土里长出来。有了这些，房子能修得比公社大院气派。小虎上学，西月长身体，您二老养老都有底气。听你的，谁敢动老陈家的救命钱，老子跟他拼命！胖子，脱棉袄把箱子包起来，趁许木匠没回来，帮我屋里去。好嘞，走，回屋定家底，分钱。陈峰带着二叔和王胖子处置着祖宗留下的银元家底。樟木箱子被陈峰蹲在炕桌上，箱底朝天，10来块银元滚落，撞击声清脆。拿着，混账东西！你把二叔当啥人了？这是祖宗留给你的家底，是给你娶媳妇、起房子的。我个土埋半截的老头子，拿这钱干啥？将来咋跟你爹妈交代？二叔，您不拿，就是拿我当外人。这钱不是让您挥霍的。小虎要上学，您有老寒腿，这是他的学费，是您的养老钱。再说修房子动静大，您兜里有钱，腰杆子才硬，出了事咱爷俩有照应。疯子，你放心，真有万一，二叔全扛了。接着，这不是工钱，是给你攒的聘礼，以后跟着我干，少不了你一口肉吃，嘴闭严实点。峰哥，我就出了点力，不能要这么多，不合规矩。哥，亲哥，这辈子我就认你一个哥，你指哪我打哪。行了，起来，今儿这事烂在肚子里，出了门不许提。院子里，许木匠带徒弟处理木料，苏清雪双脚未愈，一瘸一拐搬青砖，额头满是汗珠。这傻丫头是觉得白吃白住过意不去，非得找活干。谁让你干这个的？我看大伙都在忙，想帮帮忙。帮到忙还差不多，去把水烧开给大伙送去，这才是你该干的。粗活是老爷们的事。入夜，各家歇下，只有风声在外呜呜作响。陈峰拿出2个红布包，准备给西月和苏清雪的物件。陈峰叫过西月，把银长命锁片挂在他脖子上。西月乐得眼睛弯成月牙，亲了陈峰一口。陈峰在外屋堵住苏清雪，抓起她的左手，将素圈银镯子套了进去，尺寸刚好，衬得她手腕愈发白皙。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戴上就不许摘，这是咱妈留下的念想，给未来儿媳妇的。你不想要，就扔雪地里去，我也没别的地儿送。无赖。次日一早，陈峰装上野猪肉，准备去县城，实则是想把银元换成现钱，好修气派的房子。二叔，家里您照应着，我去县城处理肉，顺道买点东西。哥，带我去呗，我想去看大汽车。上一世，这丫头直到病死都没走出过大山，没见过外面的世界。行，上车，哥带你进城吃香喝辣去。县城的风比山里更硬，卷着煤烟味儿，板车碾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西月全在车斗里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。电线杆上的大喇叭，墙上的红漆标语，都让西月觉得新鲜。哥，供销社墙上的小人真好看。那是宣传画，等花了钱，哥给你买2张新的，贴咱家新房墙上，比那更好看。国营副食店旁，老头吆喝着卖冰糖葫芦，山楂洪亮，糖稀晶莹。西月盯着糖葫芦，喉咙滚动，又赶紧缩回车里，捂住耳朵。大爷，来2串，挑最大的。哥，1毛钱能买2斤粗盐，咱不吃，太败家了。陈峰把糖葫芦递到他嘴边，糖稀蹭到他嘴唇，张嘴，舔都舔了，退不了，以后这就是零嘴，哥赚钱就是给你花的。西月舔了舔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尝到了从未有过的酸甜。陈峰推着板车拐进背进胡同，这里是黑市边缘。他掀开草席一角，野猪肉的腥气很快吸引了人。小伙子，这肉咋卖？1块5，不要飘。1块5，供销社才7毛8，你心太黑了。大娘，供销社的肉您有票吗？我这是长白山的野猪王，吃山参喝泉水长大的。大伯，老猎人与黑瞎子被神跑是找死，得沉着应对。干什么的？车上拉的啥？不知道这儿不准投机倒把吗？同志辛苦，误会都是误会，俺是靠山屯的，进城带妹子看病，顺道给亲戚烧点土豆。陈峰掀开草席一角，露出几个土豆。野猪肉被棉被和西月挡住，西月配合着咳嗽，小脸通红，像发高烧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走，别影响市容。陈峰道谢后推走板车，转过街角，神情恢复锐利。灵脉风险大，
效率低，得跟公家做买卖才能赚大钱。一阵汽笛声响起，红星轧钢厂的大门前，工人们拿着饭盒涌出来，抱怨饭菜清汤寡水。又是土豆炖白菜，白菜帮子老的能纳鞋底。谁能让我吃上一顿红烧肉，我把这个月工资条给他。这哪里是工厂，这是个饥饿的胃。几千号重体力工人，就是几千张嗷嗷待哺的嘴，这才是最大的市场。把肉卖给食堂，既能一次性脱手，还能搭上轧钢厂的线，以后野味就有稳定销路了。哥，咱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又要有人追咱们了？不跑了，坐稳了，哥带你去干票大的。红星轧钢厂是县里的巨无霸，2扇黑沉铁门顶上的五角星被煤烟熏暗。下班时分，广播里放着激昂的歌曲，工人们却个个没精打采，饭盒敲击声里满是空虚。陈峰将板车横在厂门口，卡在保卫科视线死角，也是工人下班必经之路。西月缩在车斗里，抓着陈峰衣角，盯着门卫。又是土豆炖白菜，连滴油星子都没有，这大锤我是抡不动了。知足吧，二车间老赵刚才啃窝头，把牙都崩了。干什么的？眼瞎啊？这是保卫重地，推着破车滚远点，别挡了领导的小汽车。典型的阎王好心，小鬼难缠，他是把我当成来打秋风的盲流子了。同志，火气别这么大，我这是来给咱们工人阶级出份力的。就你拉一车烂土豆还是冻白菜，还出份力？我看你是脑子里进了地瓜烧，赶紧滚！后勤处不收散户的破烂，再不走，连人带车扣了。扣我的车？咱们厂几千号兄弟在高温炉前流血流汗，是国家的脊梁。大冷天肚子里没有水，哪来力气搞建设？我冒大雪进山，把脑袋别裤腰带上，给兄弟们搞补给。你个看大门的，连看都不看就要扣车，让工人们饿着肚子干活，这责任你负得起吗？放屁！你就是投机倒把的坏分子！来人，掀了他的摊子！不用你掀。陈峰猛地掀开草席和棉被，硕大狰狞的野猪头，3指厚的板油暴露在阳光下，浓烈的肉味瞬间散开，周围瞬间死寂，只有此起彼伏的吞咽声，几百双眼睛发亮。干什么呢？都聚在门口不上班，想造反啊！这2天正上火，厂里任务重，食堂断了油水，工人们怨声载道。厂长刚骂过我找遍关系都没弄到肉，再解决不了，乌纱帽就保不住了。这不是肉，是保住我乌纱帽的救命稻草。宋处长，您来的正好，这乡下泥鬼子堵门，还煽动工人闹事，我正准备扣他的车。滚一边去！眼珠子藏脚底板上了，这是给咱们厂送补给的贵客，是及时雨。我红星轧钢厂后勤处的小兄弟，这东西出吗？咱们借一步说话。保卫科小屋狭小，炉子里煤块烧得通红，铁皮烟囱嗡嗡作响，板车横在中间，车轮还带着未化的泥雪。宋卫民围着板车转了3圈，金丝眼镜滑到鼻尖也未推，手指不停搓动，满脸亢奋。好玩意儿，这得是长白山深处的老野猪王吧？宋卫民看向陈峰的眼神从轻视变成了对活财神的恭敬。陈峰抱着西月坐在木椅上，西月攥着糖葫芦。运气占3分，手艺占7分，400多斤的大家伙，昨儿个刚放倒，怕咱们工人老大哥饿着，先拉了100多斤过来。先拉100多斤，那家里还有存货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宋处长，您别听他瞎吹，这年头谁能打着这么大的野猪？指不定是温猪死肉，想来蒙事儿。闭上你的嘴！温猪能长3指厚的膘，能有这鲜亮劲儿？不懂装懂的东西，滚出去站岗！再乱放屁，明天去翻沙车间扛大包。小兄弟别见怪，下面人眼皮子浅，你是靠山屯的，这剥皮手艺一般老猎户练不出来。混口饭吃，山里规矩，见者有份。但这肉进了红星厂的门，就得按规矩来。宋处长要是信不过，找大厨来验验。验，必须验！老马死哪去了？滚进来！处长，肉呢？肉在哪？怎么样？剩了，这是顶级的梅花肉，放血放的绝了，一点腥骚味没有。肉质紧实，还带果木香，做成红烧肉，不用放油都能香个跟头。供销社的饲料猪跟这比，就是渣渣。行了，赶紧回食堂烧水备料，今天中午给工人们加餐。老马1步3回头离开，宋卫民掏出1叠钱和票证，拍在桌上。小兄弟陈老弟，这肉我全要了，供销社收购价7毛8，我给你1块2，不用票，这里是120块，还有工业券和布票，算是老哥的心意。嫌少，老弟，这已是厂里最高价，再高我就得犯错误了。宋处长误会了，钱我不缺，这肉送来是想交宋处长这个朋友。听说咱们厂最近搞扩建，换下来不少废料，比如那些要不完的玻璃。办公室内有办公桌、烟灰缸，墙上挂标语“炉火正旺”，桌上放着钢笔和信纸。1970年玻璃属紧俏基建物资，供销社巴掌大的镜子都能当彩礼。
乡下土坯房多糊窗户纸，屋内昏暗。老弟，你这胃口可有点偏啊！玻璃属于基建物资，计划内调拨，外头有钱都买不着。你拿肉换这个，是不是亏了点？这小子拿肉换玻璃，倒是奇怪。先看看他打的什么主意。亏不亏的，得看咋算账。家里老房子漏风，大人能扛，孩子扛不住，我就想挨2扇亮堂窗户，让这丫头冬天写字不冻手。再说，宋处长，我看见厂里扩建车间，墙角堆着不少碎玻璃，边角料在您账上是损耗，还得派人看着，不如让我拉走，一来帮您清库存，二来制肉，工人们吃进嘴里，念的是您的好。陈峰的话直击要害，把占便宜说成帮分忧，恰好戳中宋卫民的难处。厂里确实积压了一批尺寸不符、边角磕碰的玻璃，处理起来十分费劲。这小子精明，用公家废料换人情，还能解决肉食危机，稳赚不赔，倒是个做买卖的料。你小子是个做买卖的料，成120块抹零给100，剩下20块折成物资。3号库房的积压玻璃、油毡纸，你随便拉，再给你几张工业券，以后有好货别忘了老哥。宋处长局气，以后有好货肯定先往厂里拉。拿着，带孩子去洗个热水澡，去寒气。谢谢宋伯伯。半小时后，陈峰推着装满玻璃、水泥和油毡纸的板车，从红星轧钢厂后门走出。门卫刘海眼神复杂地盯着他的背影，满是诧异。死胡同堆满煤渣，四下无人，寒风卷着雪沫打旋。板车上的建材用草绳捆扎整齐，边角虽有磕碰，但透光性极好，是乡下少见的硬通货。收。板车上的建材瞬间消失，只剩空车斗和破棉被，建材被整齐收进系统空间。这一趟太值了，不仅换了现钱，还搞到了有钱买不到的硬通货，拿回村里绝对是独一份的牌面，修房子的窟窿也能堵上了。哥，咱们回家嘛。不急，哥带你去个地方，咱们再换点硬通货。陈峰调转车头，推着空车朝县城鸽子市方向走去，脚步坚定。日头偏西，离天黑还有一阵子，鸽子市方向藏着更多赚钱的机会。胡同口有2个穿黑棉袄的汉子倚墙而立，神色警惕，负责排查来往人员。老染坊胡同是县城有名的黑市，这里鱼龙混杂，交易全在暗处进行，不懂规矩的人贸然进入，轻则被轰走，重则挨顿揍。哥，车呢？哥给你变没了，听话，进去不许说话，不乱看，把脸埋在哥怀里睡觉。西月点头，攥紧陈峰衣襟，汉子拦陈峰去路，下巴上抬，不开口，摆出下马威。踩盘子的，家里断顿了，换2张花票应急。哪座山头的？长白山、老龙口，冯姐，谢个道。进去后管好自己的嘴，招来了雷子，自己掂量后果。胡同内挤着上百人，或蹲或站，死寂无声。交易在袖筒中无声进行，墙拐角被封处，瘦的脱相，尖嘴猴腮的猴三蹲着，面前摆着假鼻烟壶和破座钟，左手腕露着梅花表表带，是黑市有名的收货商。三爷，借个火。如来手，关东响马的切口，这是有真东西。懂这首饰的，要么入土，要么是祖上阔过的老户。这小子不简单，兄弟，面生得很呐。一回来踩个盘子，都说三爷您这口井深，能养真龙，特来瞧瞧。井深不深，得看你下的饵有多大。最近风声紧，要是就几斤粮票，去那边墙根排队，别耽误我功夫。侯三是老狐狸，不见真东西绝不松口，他的试探也是在驱赶没实力的散户。陈峰拍了拍西月，握拳凑到侯三面前，拇指挪开一丝缝隙，拳头缝隙中闪过冷冽荧光。陈峰对着缝隙吹气，发出清越颤音，那是纯银独有的声响。袁大头还是品相顶天的龙羊，错不了。这音色，这分量，绝对是好货。这下碰到大客户了，兄弟，这是龙羊。再听听这龙吟响不响？陈峰再次吹气，颤音悠长。侯三下意识伸手想去碰，又猛地缩回，眼神愈发贪婪，生怕惊扰了这宝贝。侯三枯瘦的手死死按住袁大头，神色紧张，随后咳嗽2声。2个壮汉从巷口走来，堵住去路，神色凶狠。西月缩在陈峰怀里，身子发抖，黑市的压迫感让他心生恐惧。侯三见陈峰面生，想坐地起价，甚至打算明抢，殊不知他早已踢到了铁板。袁大头3年造，听响儿是真东西。怎么个价？3块。最近风声紧，收这玩意儿要掉脑袋，嫌少就出门左拐找收破烂的。侯三朝壮汉努嘴，示意威胁。壮汉往前凑了半步，气场逼人。核桃不错，野山核桃，皮厚结实。陈峰五指一合，核桃崩碎，粉末洒在蓝布上，壮汉僵在原地，气场瞬间消散。3块，三爷，您这核桃不太经捏啊。踢到铁板了，这不是乡下泥腿子，是披着羊皮的狼，这手劲儿太吓人了，得罪不起，得赶紧赔罪。
都瞎了眼，没看见是贵客，滚一边去！兄弟，刚才是逗闷子。这袁大头橙色极品，我给10成价，8块一个，外加10斤全国粮票，整个鸽子市就我敢接。陈峰摸出红桃扑克牌，在指尖转动，神色淡然。红桃是德仁堂刘三爷的信物，在黑市中代表着硬后台。德仁堂刘三爷的信物，这下真服了。得劲着，不能再试探了，这可是惹不起的主儿。原来是刘三爷的朋友，您有多少，我吃多少。陈峰从怀里摸出20枚元大头，码在蓝布上，银光闪闪，晃得侯三眼晕。这是一笔足以让他心动的大买卖。20个全要了。侯三飞快验货，吹气听响，确认全是真的，从贴身内兜掏出钱和粮票，双手递过，手微微发颤，生怕怠慢了陈峰。8块一个，20个160，再加50斤全国粮票，您点点。不用点。兄弟，最近省城有大老板收老山参，价钱不封顶，这是凭证。去松江饭店找老鬼，提我名字能省麻烦。谢了。陈峰抱起西月，转身走出胡同。侯三瘫坐在青砖上，后背全是冷汗，直到陈峰身影消失才敢放松。哥，咱们是不是发大财了？这点钱也就够给你买糖吃，哥带你去供销社花了它。先给你和嫂子一人扯一身新衣裳，再买2斤大白兔，把你那2颗门牙填掉。供销社大门厚重，屋内生着大铁炉子，柜台擦得锃亮，副食柜台摆着糖果、罐头，成衣柜台以蓝黑灰为主，5金柜台摆着铁制器具，弥漫着酱油、煤烟混合的味道，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富贵气。供销社是当时最热闹的地方，各类物资齐全，但大多需要票证，普通人难得能在这里大放采购。陈峰的到来很快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大白兔来2斤，黄桃罐头2瓶，还有红包装的动物饼干，拿2包。糖要糖票，罐头要工业券，煤票溢价，贵1倍。陈峰掏出一张大团结和几张票证，拍在柜台上，震得玻璃嗡鸣。崭新的钱票让售货员瞬间变了态度。哎呦，同志是个讲究人，疼孩子。哥，不能买，咱家房子还没修完，嫂子还要吃药。甜吗？以后哥有钱了，不让你再受委屈。陈峰提着副食走向成衣柜台，指着一件红色灯芯绒棉袄，神色坚决。这件棉袄在灰扑扑的成衣中格外扎眼，领口和袖口还滚着绒毛边。这件拿下来，再拿1双带毛边的黑条绒棉鞋。同志，这灯芯绒不要布票，但价格翻倍，一件18块，不算棉花钱。哥，太贵了，我不要。拿。陈峰把西月放在柜台上，扒掉他身上的旧棉袄，换上红棉袄和新棉鞋，将旧鞋扔进垃圾篓。西月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镜中穿着红棉袄的自己，满脸难以置信。前世西月临死前还穿着破单衣，冻得浑身青紫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她受一点委屈，要让她做最幸福的小公主。哥，这是我吗？是你，以后咱家西月就是全村最漂亮的小公主。那条围巾也包起来，再拿5斤这个，拿回村里给小孩分。哥，咱们回家吗？再买样东西，让咱们冬天屋里也能暖烘烘的。陈峰抱着西月，提着东西走向5金交店柜台，目光落在那些黑黝黝的铁家伙上，神色笃定。他要给家里买一件神器，让老婆孩子彻底告别寒冬。5金交店柜台内，生铁混着防锈油的辛辣味钻鼻，货架上摆着轻便的白铁皮炉子，角落蹲着一尊落满灰尘的铸铁罗汉镀炉子，通体铸铁，圆腹粗腿，炉盖铸有繁体自力更生4字，是供销社压箱底货。同志，把那个给我提出来。小伙子眼力不错，但这炉子120斤纯铸铁，你扛不动，还特费煤，不如选白铁皮的。就要它，连带几节加厚白铁皮烟囱，2个弯头，1个3通，再拿1卷石棉网包烟囱，防烫着孩子。这炉子紧俏，光票旧，这陈健儿够让清雪冻伤的脚哪一冬，值了。出5金区，隔壁新华书店柜台旁，西月盯着架子上大闹天宫、地道战等小人书，眼神贪婪却不敢开口。陈峰二话不说买下全套，西月抱书笑得眉眼弯弯，如获至宝。陈峰蹲在书店角落的旧书废品堆旁，在发霉的批判材料和过期报纸中翻找，最终停在一本无封皮、书籍松散的厚书上。翻开第1页，蓝墨水涂抹的英文依稀可辨，正是苏清雪前世真实却被没收的《简爱》。这些按废纸称。老毛。陈峰付了钱，将《简爱》贴身揣好，神色温柔。他知道这本书是苏清雪的精神慰藉。供销社大门，一群半大城里孩子盯着西月的新棉袄和小人书，盯着他兜里露出的大白兔奶糖，吞口水声此起彼伏。西月下意识缩到陈峰身边，捂住口袋。咱家日子好了，以后天天能吃糖，去给他们分饭，让他们知道咱老陈家局气。西月鼓起勇气分糖，收到孩子的感谢后，红着脸跑回陈峰身边，满心激动。陈峰拉着西月走进无人死胡同，意念一动，将铸铁炉子、烟囱、书籍等物资收进系统空间，板车上只留少量棉花和布料做样子。
天色骤然阴沉，西北角乌云密布，西北风卷着雪沫子刮来，刺得人脸疼。陈峰把西月裹进被子，拉起板车快步赶路。坐稳了，大烟炮要来了，得赶紧回去。清雪还在家等着呢。西北风呼啸，陈峰将板车拐进干枯河沟背风处，四下荒凉，只有几只老瓜缩在枯树之上。闭眼，哥给你变个戏法。哥，咱这是搬家啊？这叫置办家底。坐稳了，咱回家下拜下拜。陈峰那是投机倒把，挖国家墙角，早晚被抓。苏知青跟了他，以后有哭的份。不能吧？我昨儿还见他拉了一车肉回来。那是回光返照，他的肉指不定是偷的、抢的。板车碾压硬雪的脆响回来，众人目光齐刷刷投向村道尽头。西月穿着红棉袄坐在物资堆顶上，怀里抱着小人书，像个城里小公主。陈峰推着满满一车物资走来，步伐稳健，全场死寂，只有车轮碾雪的声音。赵建国脸色瞬间从猪肝色变成惨白，满眼难以置信。哎呀妈呀，那亮堂堂的是啥？陈峰掀开油毡纸，夕阳照在平板玻璃上，冷冽通透的光晃得众人睁不开眼。村民们围上来，眼神里满是敬畏，议论纷纷。陈峰，你这是资本主义做派，你哪来的钱？肯定是投机倒把。陈峰无视他，掏出水果糖撒向孩子们，欢呼声盖过赵建国的质问。村民们纷纷帮腔，指责赵建国耍嘴皮子。人家陈峰是有本事，你有能耐也弄点玻璃回来，别在这瞎嚷嚷。陈峰推开人群，推着板车朝家走去。七月偷偷朝赵建国做了个鬼脸。陈家老屋门口，苏清雪拄着烧火棍等候，看到陈峰和满车物资，眼眶一热。不是让你在炕上躺着吗？出来吹什么风？我担心你。许木匠提着锯子跑出来，看到平板玻璃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围着车子转了3圈，手都在抖。我的天爷，这么大的整牙玻璃，大侄子，你这是把县长家的窗户卸下来了。说，您给长长眼，安上能不能成水晶宫？今晚先把炉子架上，让全村都看看咱家的烟囱冒热气。陈家老屋内，锯末横飞，弥漫着红松油脂香和腻子味。许木匠和徒弟小心翼翼地安装平板玻璃，陈宝国和王胖子在旁护着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大侄子，这玻璃太大太金贵，真往上安，喝了碰了，我把老骨头卖了都赔不起。安得严丝合缝，不让一丝风钻进来。最后一块玻璃安装完毕，冬日阳光毫无遮挡地泼洒进屋内，昏暗的土坯房瞬间变得亮堂刺眼，连墙角的耗子洞都清晰可见。陈峰单手拎起120斤重的铸铁炉子，稳稳蹲在屋中央，塞进松树名字点燃，填入无烟煤。3分钟后，炉壁发红，热浪席卷全屋，温度计红线窜到28度。这哪是烧炉子，这是太上老君炼丹呢！西月喊热，把自己包得只剩线衣，在热炕头上翻跟，咯咯的笑声飘出屋外。屋窗外，村里的大人小孩趴在玻璃上，鼻子都压扁了，眼神里满是羡慕。他们裹着破棉袄，瑟瑟发抖，与屋内形成鲜明对比。看西月，他都在炕上打滚了，屋里肯定不冷。苏清雪坐在窗边木椅上，阳光晒着腿，炉火烤着背，深入骨髓的寒气被渐渐逼出，脚踝的痒痛变成酥麻。他目光温柔地盯着陈峰，陈峰擦着玻璃，汗水顺着鬓角滑落。他走到苏清雪身边，随手抓一把瓜子塞进她手里，指尖不经意触碰，感受到她手上的细汗。发什么呆？担心炉子费煤？只要你不冷，烧金砖都划算。苏清雪低头剥瓜子，耳根红透，没敢接话，心跳不由得加快。天色擦黑，西北风卷着大烟炮撞在房顶上，平板玻璃纹丝不动，将所有风雪挡在屋外。西月玩累了，趴在炕头熟睡。陈峰从怀里掏出红黑格子羊毛围巾，轻柔地缠在苏清雪脖梗上，围巾还带着她的体温。劝住你，以后你是我的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给你，你就带着。陈峰又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，里面是一本书。他眼神柔和，他知道这才是能打动苏清雪的礼物。屋内炉火正旺，暖意融融。陈峰扬手一抛，纸包划过弧线，稳稳落在苏清雪腿上。顺手烧的，闲得慌就翻翻解闷，不爱看明儿就撕了糊窗户缝。苏清雪接住纸包，入手沉甸甸，拨开旧报纸，露出一本无封皮、书脊用粗棉线笨拙重缝的厚书，纸张枯黄卷曲，泛着陈年霉味。苏清雪翻开第一页，被蓝墨水涂抹的英文撞入眼底，浑身僵住，指尖发颤，急忙合书按在胸口，警惕望向窗外，外头漆黑，西北风卷着雪粒砸在玻璃上，沉闷作响。你知不知道这是禁书，被发现要游街的？这是我以前藏在被窝里看的书，我以为我的魂早就埋在这靠山屯了。不就是本书吗？不识字就拿去引火。如果我们也是平等的。陈峰站起身，高大身影笼罩住他，伸出布满老茧的拇指擦去他的眼泪，眼神真诚灼热。啥灵魂不灵魂的我不懂，在我这儿你苏清雪就是规矩，让你吃饱穿暖，有书看，都是规矩，谁敢说你不配，我就用枪让他明白。谢谢。这猴子好厉害，能打死野猪王吗？我想吃肉馅饺子。能，一棒子把野猪王打成肉馅，就你说馅。陈峰掏出工具拆开猎枪，细致擦拭，枪油味、
煤烟味与苏清雪身上的雅霜香气交织。苏清雪借炉火看书，偶尔抬头望向专注擦枪的陈峰，脸颊发烫，满心安心。西月指着书上的字发问，陈峰随口湖州齐天大圣是比赵建国还大的官，逗得苏清雪笑出了声。哎，我要是识字就好了，好多字都不认识。陈峰擦枪的动作顿住，想起前世西月没进过学堂的遗憾，转身看向苏清雪，神色郑重。苏老师，我想请你当西月的先生，教他读书写字，明事理，工钱按公社小学最高标准给。哥说了，我是全村的小公主，小公主就要识字。能当西月的先生是我的荣幸，工钱就用肉馅饺子抵吧。哥，我穿这件真的行吗？会不会太红了？二狗子他们肯定要笑话我。过来。西月愣了愣，乖乖挪到苏清雪身边。苏清雪从枕头下摸出帕子包着的红毛线绳，那是她下乡前母亲所赠。坐好。嫂子，你真香。小孩子嘴里没个把门的。走吧，小洋娃娃，该吃早饭了。方桌上摆着粘稠的大米粥，细切的芥菜丝，中间大海碗里的麦乳精冒着热气，香气扑鼻。你俩分了。陈峰端起粥呼噜喝着，西月盯着麦乳精咽口水，却不敢伸手。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还得进山，你喝。我一大老爷们喝这干啥？齁嗓子。剩下的是你的，你要是不喝，我就到处去喂大黄。西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我尝个味就行，剩下的你必须喝完，不然没力气背东西。真他娘的甜到心里去了。走，送你去公社上学。陈峰，韩校长是下放的老学究，脾气倔，西月没启蒙，连名字都不会写，我怕人家不肯收。怕啥？读书人最讲道理，咱家西月根正苗红，他凭啥不收？再说了，有你男人在，就没啥办不成的事儿。几个婆娘端着碗凑在一起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是去上学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县里领导家的闺女下来视察呢。人家陈峰那是真舍得往妹子身上花钱啊。众婆娘目光瞟向苏清雪的围巾，眼里满是酸意。公社小学门口，红砖瓦房，操场旗杆上红旗飘扬，寒风呼啸。这些字我一个都不认识，要是能自己读就好了。前世你没能进一天学堂，这辈子哥绝不会让你留下遗憾。走。站住！学校种地，闲人免进。老哥，给孩子报个名。报名？开学都快1个月了，名额早满了，回去吧，明年请早。哥，老哥，名额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孩子聪明，耽误1年，可惜了，麻烦您通融通融。聪明？10里8乡聪明的娃多了，我要是个个都通融，这门还看不看了？赶紧走，再莫急我喊人了。大爷，我们是靠山屯的，这位是陈峰，公社广播表彰的打狼英雄，徒手制服2狼1野猪王，经刘主任亲自核验。听闻韩校长倡导学习护集体的革命精神，我们绝非走后门，只想问一句，为公社拼过命的人，他妹妹想要读书，该找谁做主？老赵头喉结动了动，往后退半步，后背冒汗，神色慌张，话到嘴边说不出来。林老师走出，黑框眼镜，干净利落。赵师傅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林老师，没啥大事，这几个人非要报名，我正跟他们解释呢，名额满了妈妈。小朋友，你怀里抱的什么书？大闹天宫，我看不懂，每个字都不认识，都是嫂子念给我听的。我想自己认字，想自己看懂孙悟空后面的故事。跟我进来。哎，林老师，这不合规矩啊，名额是韩校长定的，您不能。规矩是韩校长定的，我去跟他说，说不通，我担着。听见没？老师让你进去了。啊！咱家小公主进学堂楼。哥，公社小学教导处，生铁炉子生着，烟道堵塞，烟气呛人。陈峰同志，不是我不想收，你也看见了，订了40人的班，硬塞了52个，别说桌椅板凳，就是站的地方都快没了。西月垫着脚尖看黑板，听到这话，大眼睛瞬间变暗，攥紧书包带，指节发青。明年春天吧，要是有人辍学或者转走，有名了我第一个通知你们。哥，我不上了，其实我也没那么想认字，在家里帮你烧火也挺好。少扯淡，哥说让你上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得上。明年黄花菜都凉了。陈峰冲林老师点头致谢，转身出教导处。苏清雪站在门口，神色担忧。去校门口那新华书店待会儿，那有炉子，暖和，看好这丫头，别让她哭鼻子。那你呢？我找看大门的大爷唠唠嗑。满员了，没戏，赶紧走。大爷，我懂规矩，我就是想打听打听，这学校里到底谁说话好使，总不能连把椅子都夹不进去吧？韩瞎子，咱们这韩校长早年是省城大学的教授，成分问题下放回来的，脾气又硬又臭，跟茅坑里的石头似的。谁要是敢给他送礼走后门，哪怕提2瓶酒，都能被他拿扫帚疙瘩打出来。前2天公社书记想塞亲戚，都被他顶回去了。那这韩校长就没个啥爱好？
爱好写字算不算？整天拿毛笔在报纸上瞎画。还有这老头冻坏了身子，老胃病，3、9天胃寒，吃啥吐啥，正寻思弄点野味养胃，可大雪封山，哪弄去？胃寒、野味、写字，这就是他的软肋。他不是不收礼，是看不上俗物，得送点雅致又是实用的。陈峰把半包大前门塞进老赵头兜里，谢了大爷。苏清雪和西月在新华书店窗前看画报，阳光偏西，陈峰望着两人的背影，心里发热，转身看向公社后身的老林子。韩校长这胃病，一般野味治不了，得要能挡胃驱寒的绝活。正好这大山里就有清高，那就给你送点雅致的。今儿这雪，我看谁敢拦着。陈峰踩着积雪，直奔后山而去，身影渐渐消失在林子里。送礼得对症下药，给韩校长这种心气高的老文人送钱送酒是侮辱斯文，得送他需要有雅致的东西。韩老头平反后，在回忆录里说，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喝上一口正宗的飞龙汤，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，飞龙鸟温中益气，正好治他的老胃病，名赞又霸气，合他的心意。就他了。山野之王系统激活，陈峰视野骤变，雪地变成全息地图，过滤掉无关痕迹，锁定飞龙鸟踪迹，视野边缘亮起淡蓝色光标，显示飞龙鸟爪印，距离850米，通向老化树林。飞龙鸟娇贵，不能用枪，得抓活的，不然先灵劲就没了。韩校长那种讲究人，看都不会看。陈峰躲在老松树后，透过树皮缝隙，看见树梢上2只飞龙鸟，一公一母，正在啄食嫩芽。陈峰掏出细钢丝套，手指翻飞，快速编出精巧活扣。咕咕咕！公飞龙警惕地转过头，脖子伸长，四处张望，被叫声吸引。咕咕咕！公飞龙扑棱翅膀，滑翔到灌木丛边，歪头寻找声音来源。就是现在！活扣精准锁住公飞龙爪子，公飞龙拼命扑腾，越挣越紧。树上母飞龙尖叫要飞逃，陈峰掏出鹅卵石，猛地掷出，想跑。鹅卵石正中母飞龙翅膀根部，母飞龙栽进雪窝，扑腾2下不动。陈峰走过去，解下公飞龙，反剪翅膀用草绳捆好，再拎起母飞龙，如法炮制。恭喜宿主成功狩猎长白山飞龙，稀有，狩猎评级完美，无伤活捉，获得技能盲盒文化类成一。开启。恭喜宿主获得初级书法精通赵孟俯体。一股清流涌入脑海，陈峰指尖发痒，多了运笔提顿的肌肉记忆。赵孟俯体圆润秀丽，最讨老学究喜欢，这下软的硬的都有了。飞龙汤暖胃，赵体自暖心。韩瞎子要是还不松口，就是真瞎。陈峰把2只飞龙挂在腰上，哼着小曲往山下走，转过背风山坳，雪窝子里传来压抑的痛苦呻吟。哎呦，我的老腰！陈峰停下脚步，皱起眉头，朝着呻吟声传来的方向望去。雪窝子里趴着个瘦老头，藏青色中山装洗得发白，袖口磨破，单薄的挡不住严寒。身边歪倒简易画架，几张带墨痕的大白纸散落雪地，是未画完的红松。居然是韩校长，7月上学的事稳了。哎呦，我的老腰，谁来扶我一把？陈峰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审视，见韩丽脸色冻成青紫，呼吸微弱，才慢悠悠跨过去。起！韩丽被轻松拽起，力道加剧了她的疼痛。慢点，轻点，我的骨头要断了。陈峰拍掉她后背积雪，踢出土里的眼镜擦镜递过去。大爷，嫌命长，不在家猫洞，来这荒山野岭练摔跤。韩丽戴好眼镜，目光瞬间粘在陈峰腰间的飞龙鸟上，眼神满是渴望。这是长白山飞龙，正宗的花尾真鸡，就是山里的棒槌鸟，刚套的，我媳妇嘴带，拿回去炖辣椒下饭。暴殄天物，这等灵物怎能炖辣椒？得用紫砂气锅文火慢煨，只放少许雪盐，才能保其鲜灵。陈峰弯腰扶起画架，盯着纸上的红松，指尖轻点。松树画的还行，就是腰杆子太直，看着假。松树不直叫松树，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，你懂啥叫风骨？风骨在韧不在直，硬挺是死木头。赵孟俯说实如飞，白木如昼，你这树干直来直去，跟电线杆似的，没魂儿。风停了，韩丽瞪圆老眼，一脸惊恐地看着陈峰，满脸不敢置信。小伙子，你读过书，是哪个村的？读没读过不重要，再不动手，这鸟就冻硬了。陈峰转身要走，韩丽急得踉跄一步，死死拽住他的袖口。别走，小伙子，这飞龙卖给我行不行？我出钱出粮票，实在不行，我给你写字换，字画不换。那你说要啥？公社里有的，我砸锅卖铁也给你弄来。这鸟我有大用，已经许出去了。许给谁了？这10里八乡，还有谁比我懂这飞龙？为了我家小妹，8岁了想认字，可你们学校的韩校长又抽又硬，死活不给加塞。我寻思着拿着鸟去碰碰运气。韩丽愣住，脸上表情从错愕变古怪，最后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笑得直五味。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小伙子，你要找的老顽固就是我韩立正。哦，你是韩校长。既然你是校长，这鸟我更不能给你了，给你就是行贿，
往你读书人脊梁上泼脏水，我妹子上学也抬不起头。好小子，你赢了，这鸟我不收，但你妹子要是快读书的了，我收。校长，话别说太满，学能上，鸟也不能浪费。我请你喝汤，不论公事，论交情。好一个论交情！走，去我宿舍，我有紫砂气锅和藏了3年的汾酒。公社小学教工宿舍，2间红砖房，陈设简单，办公桌缺腿垫着砖头，满墙书法，角落堆着书，炉子上紫砂锅咕嘟作响，屋内炉火正旺，暖意融融，紫砂锅里飘出的飞龙香，霸道的填满整个屋子。火再小一点，别炖老了。这是人，这是民。这孩子眼睛里有光，是个好苗子，明天来上学吧，桌椅得自带。那都不是事，就怕您嫌他笨。有你这么精的哥，他能笨到哪儿去？老王捧着窝头啃咸菜，闻到香味，窝头当时就不香了。这老韩头不是胃疼得快死了吗？这啥味儿？比龙肉还香。丫头，过来。西月吓得缩到陈峰身后，手里的奶糖被捏得变形。别怕，去给校长露一手。西月磨蹭到桌边，踮脚站定，韩立拧开钢笔递过去。认识上面的字吗？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写个名字我看看。西月握笔的手微微发颤，转头望向苏清雪。苏清雪放下蒲扇，上前一步站在他身后。西月咬唇落笔，字迹横平竖直，端正挺拔，末尾的西字竖画修长凌厉，如出鞘利刃。这字有骨头，苏知清练过。幼时家里严苛，临过几年帖，下乡后便在地上教西月写字。线下能静心写字的人不多了，除了《西游记》，还读过什么书？读得杂。我贫穷、卑微、不美丽，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，我们是平等的。1970年，此言当属禁书言论，足以惹祸上身。韩立骤然坐直，浑浊眼底金光乍现。陈峰下意识摸向腰间烟袋，气氛瞬间窒息。好一个平等！你觉得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？自尊。无论境遇如何，人的脊梁不能弯。说得好！你娶回了一位女先生，学校语文老师待产休假，你若愿意，开春就来代课。校长开口，自然遵命，可别亏待了工资。滚蛋！哥，我能读书了。陈峰，怎么嫌工资太少？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知道，读过的书从不是无用的。我不是只会烧火做饭的废人。你本来就是我的宝。走，回家包饺子。苏清雪脸颊泛红，想要抽手，却被牢牢握住。学费2.5块，书本费5毛，合计3块。他静待对方零碎掏钱，不料一张崭新的10元大团结拍在油污桌面上。这钱找不开。不用找，余款存着，抵扣后续学费、书本费和取暖费，多退少补。老会计瞠目结舌，任教20年，头一回见有人预交学费。愣着做什么？写收据吧。柜台萦绕着油墨与松木铅笔的清香。西月趴在玻璃柜上，盯着角落的梅花铁皮文具盒，满眼向往。同志，这个梅花文具盒多少钱？4毛5。哥，我就要这个。要双层磁吸，印乘法口诀的卫星上天款。1.2块。哥，不用这个，我用报纸包笔就够了。再来一打带橡皮的中华铅笔，小汽车削笔刀、绘图橡皮全都包起来。他拍出10元纸币和工业券，售货员立刻麻利被唬，笑容满面。沉甸甸的文具盒落到西月手中，他险些握不住。一旁小孩眼巴巴缠着母亲讨要，却被厉声呵斥。以前家里穷，诗歌没用，往后别人有的你全都有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你好好读书，将来考大学，走出大山，亲眼看看卫星怎么上天，记住了吗？那一刻，怯懦的小丫头挺直了腰杆，这份底气是钱财给的，更是亲情给的。再拿2刀红纸，1瓶易德格墨汁，2支羊毫笔。陈峰拉车前行，苏清雪侧身扶车，西月端坐车中，紧紧抱着新文具。苏清雪望着前方宽厚的背影，心头滚烫，真切读懂了家的意义。陈峰听着身后的读书声，脚步愈发轻快。今日喜事，晚上包饺子庆贺。社员收工归家，陈峰挺腰拉车，车斗里的西月一身猩红袄。乖乖，西月穿了灯芯绒新衣，陈峰真让赔钱丫头去念书了。丫头片子读什么书？早晚是别人家的人，纯属白费功夫。闲言碎语入耳，西月下意识缩起身子，攥紧文具盒。满口胡言，西月是读书的好苗子，将来考大学当干部，你们日后想高攀都没机会。二叔，不必与他们多言，晚上家里炖肉，韩二婶和小虎一起来吃。别铺张，天冷风大，快带孩子回家。屋内炉火旺盛，隔绝了屋外的寒风与闲话。今天高兴，好好整顿一桌饭菜。陈峰下厨炖肉备馅，苏清雪擀饺皮，西月伏案练字。恰逢二叔一家登门，送来鸡蛋给孩子补身。给西月补身子的，家里鸡进来下蛋少，别嫌弃。陈峰坦然收下。今儿不喝酒，是西月的好日子，
陈家3代都是泥腿子，从今往后，咱家也算有了读书人。这碗汤进西院，好好念书，为家人争气。陈宝国眼眶泛红，仰头饮尽热汤，屋内暖意融融，窗外天寒地冻。苏清雪默默给孩子们夹菜，清冷眉眼尽是温柔。酒足饭饱后，二婶带着孩子去里屋看新闻剧。二叔，有事直说。你大姐许久没回娘家了，我前日赶集听说大河村李家闹饥荒，把你姐看管起来了，不让她回娘家接济。前世记忆翻涌而来，长姐如母，父母早逝后，大姐为了养活她，受尽苦楚，最终被迫嫁入刻薄的李家，落入狼窝。明日我去大河村一趟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我陈峰的姐姐。天色未亮，苏清雪早已备好物件，一双全新棉鞋，一包红糖，20个红皮鸡蛋，尽数收拾妥当。按大姐的尺码做的棉鞋，应该合脚。出发。他戴好狗皮帽，穿上棉大衣。二叔早已身着端正中山装，面色凝重的在门口等候。雪落满院，陈秀兰穿单薄夹袄，背着幼女咬牙劈柴，双手冻疮密布，鲜血淋漓，孩子冻得通红，虚弱无声。二叔别急，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把亏欠的都还回来。砍柴慢吞吞的，炉子都凉了。亲家，陈峰稀客呀，来还带肉，太客气了。姐，疯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屋，外面冷。心口骤然刺痛，这就是为了护他活命，牺牲自己，深陷苦海的大姐。这不是人干的活。进屋，我倒要看看这屋里住的到底是些什么人。掀开，屋内暖意扑面，火墙滚烫。哟，大舅哥发财了，稀客。陈峰无视他，将门口怯生生的陈秀兰拽进屋。陈秀兰浑身发抖，妞妞埋在他怀里不敢抬头。来就来，还带啥东西？陈峰反手一抬，五花肉重重拍在炕桌上，搪瓷杯震得乱跳，茶水洒了一桌。这孩子手劲真大。秀兰，客人来了不知道烧水，养你干啥用的？坐着，先说事。我姐这手怎么伤的？陈秀兰双手红肿溃烂，裂口渗着血丝，触目惊心。干活磨的，农村女人谁不这样？就她矫情。大舅哥这是穷人乍富，开始挑理了。庄户人家不干活，喝西北风吗？数9寒天，你穿棉袄做热炕，让他穿单衣劈实木头。我是家里顶梁柱，他自己笨，劈不开能怪谁？妞妞饥肠辘辘，兜里的发霉硬窝头掉落在陈峰脚边，炕桌上的白面油梭子残渣，对比格外刺眼。你们爷俩吃白面，啃油梭子，让我外甥女吃这个？小丫头片子吃那么好干什么？这年头谁家不是糠腌菜度日？放屁，那是你亲闺女。陈峰拦下二叔，抬手摸向腰间，拇指一弹，包皮刀亮出1寸寒芒。陈峰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把这窝头吃干净，一点别剩。你说啥？我让你把它吃了。陈峰，秀兰是我媳妇，妞妞是我闺女，自家家事轮不到你外人插手。有本事你捅死我，来啊！李二狗见陈峰迟迟不动，以为对方不敢惹事，气焰更盛，转头恶瞪陈秀兰。丧门星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李二狗扬手就朝陈秀兰扇去，陈秀兰闭眼护紧怀里孩子。打女人，敢在我面前动我姐？啊！我的手断了，断了！李二狗面无血色，痛得跪倒在地，冷汗直流。以前我姐没人撑腰，是我们陈家亏欠，她是我陈峰的亲姐，往后谁敢动她一根手指，这只手就是下场。屋内死寂一片，赵桂花面如白纸，贴墙站立，不敢出声。姐，起来，这破地方别待了，跟我回家。破烂不用收拾，咱家不缺，带上妞妞，走。二叔，拿着，回去给二婶补身子。赵桂花眼睁睁看着肥肉被带走，心疼不已，却不敢作声。陈峰安顿好大姐和妞妞，推起板车决然离去。陈宝国昂首紧随。妈，快去喊三叔公、大伯过来！他爹撞冲出院子，扯着嗓子哀嚎，声响传遍雪原，引得全村狗吠人动，脚步声纷纷赶来。来人啊，打人了，抢媳妇了！疯子，他们人多，咱快跑吧。姐，别怕，今天我们是光明正大接你回娘家，谁敢拦路，我就让他们看清长白山的雪到底有多冷。李二狗的哀嚎声引来大批村民，李家7、8名本家壮汉手持镐把、铁锹，堵死院门路口。乡亲们评理，陈家小舅子打人伤我儿，还强抢媳妇，简直是土匪行径。三叔公、大伯，陈峰欺负咱们大河村没人，大人理亏，留下人给二狗磕头赔罪，事情还好商量。陈峰置若罔闻，拉过发抖的大姐撸起衣袖，满臂伤痕触目惊心，围观众人瞬间寂静无声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是李家给媳妇吃的饭，这是李家留给他的烧。他随手一抖，煤窝头滚到赵桂花脚边，赵桂花的哭声骤然响刻。我姐嫁入李家5年，日夜操劳当牛做马，你们全家吃白面，让她和孩子啃发霉窝头。若是您的亲闺女受这般罪，您还会说商量？三叔公满脸通红，哑口无言，围观村民纷纷侧目，眼神尽数鄙夷李家。家务事轮不到外人管，
她是我媳妇，我想打就打，她就是吃闲饭的废物。陈峰冷笑，探怀掏出一打崭新大团结，重重拍在板车上，钞票亮眼夺目。养不起，看清楚，这种你们嫌累赘的人，你们养不起，我陈峰养，别说1个，10个8个我也养得起。李家壮汉紧盯钞票，贪欲翻涌，手中农具不自觉垂落。哥几个别被他唬住，赶紧把他围住！陈峰轻叹一声，弯腰从车底摸出一杆老式猎枪，咔嗒一声压下击锤，金属脆响刺破寂静。我是靠山屯猎户，这枪刚放到400斤野猪王，枪不长眼，谁私人脑袋比野猪硬，尽管上前。全场死寂，一众壮汉纷纷后退。赵桂花瘫在雪地里不敢动弹，李二冷吓得双腿发软，瘫坐地上当场吓尿。二叔，赶车！陈保国挺直腰板，一记响亮鞭花，板车碾雪前行，围观人群潮水般分开，无人敢拦。走了就别回来，陈秀兰，我明天就去公社休了。求之不得。归途只剩板车碾雪的脆响。陈秀兰裹在军大衣里，紧抱熟睡的妞妞，身体止不住发颤，满心惶恐不安。姐，到家了。板车停稳，夕阳余晖洒落，陈家老屋的平板玻璃窗金光闪闪，通透亮眼。疯子，这是公社领导家吧？咱赶紧走，别冲撞了贵人。大姐，不是别人家，这是你的娘家。进屋，外头冷。掀开棉门帘，陈秀兰望着干净的水泥地面，满身自卑局促，不敢落脚。我身上太脏，就不进屋了，在柴房凑合一晚就好。大姐，回家了，哪有住柴房的道理？苏清雪扶她坐好，端来温水，细细为她和妞妞擦拭脸面。西月懂事的给妞妞喂上奶糖，小家伙安稳依偎在母亲怀里。手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该好好养护。看着苏清雪温柔细致的模样，陈秀兰热泪滚落，满心酸涩。好了，别多愁善感了。陈秀兰条件反射起身，想去灶房干活。坐好，在咱家规矩我定，你回来只需要享福养身子，敢抢着干活就是打我的脸。带大姐去里屋换身干净衣裳，那身破烂直接少了。里屋传来细碎动静，随即陷入死寂。陈峰和面的手骤然一顿，听见了苏清雪压抑的哭声。门帘缝隙间，陈秀兰瘦弱的后背暴露无遗，满身新旧伤疤交错，触目惊心，尽是常年虐待的痕迹。苏清雪红着眼，扶着换上干净碎花棉袄的陈秀兰走出里屋。陈峰已然收敛力气，专心剁着饺子馅。对，饿了就吃，今天咱吃纯白面富强粉，10斤野猪肉大葱水饺，管够吃。我来吧。陈秀兰洗净手，局促上前，一双惯作粗活的手一碰面团便格外灵动，转皮推胀，动作利落娴熟。大姐，你教教我，这手劲该怎么拿捏？别硬推，顺着面团的劲走就行。姑嫂2人凑头学艺，画面温馨。下锅喽！饺子入锅3起3落，开盖瞬间水汽翻涌，饱满圆润的饺子尽数浮于水面。哎呦，这么吃精细粮，太糟蹋东西了。二婶，今天全家团圆，不行糊弄凑合。大姐，吃热吃。给西月和 NONO 吃，我不了。话音刚落，腹中鸡鸣作响，妞妞缩在陈秀兰怀里，直勾勾盯着碗里的饺子，满眼渴望。妞妞，舅舅喂你，放心吃。好香。姐，你要是不吃，这碗饺子我直接拿去喂狗。陈秀兰灿然夹饺入口，委屈热泪簌簌落入碗中。一家人吃得酣畅淋漓。西月饱腹度圆，二叔几杯烧酒下肚，满面通红。疯子，叔这辈子谁都不服，就服你，这日子总算有奔头了。饭后暖意袭人，陈秀兰身心俱疲，靠着被垛沉沉睡去，梦中依旧紧锁眉头。大姐身子亏空太久，只吃肉食补不住，她肠胃虚弱，得靠软糯温补的东西调养。麦乳精可以吗？那只是零嘴，顶不上调养的用处。明天我去黑水河给大姐找点食补的药引子。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，你男人命硬得很，倒是你今晚吃这么多，不怕长胖。陈峰赤裸上身，抡起大锤锻打钢筋，火星四溅，汗水浸透脊背。苏清雪倚着门框静静观望，红热钢筋浴血冷却，一柄带倒刺的锋利鱼钩成型，寒光凛冽。你要去黑水河，那地方邪门，常年不动地，还有大蛇的传闻，太危险了。都是迷信说法，大姐几句，只有黑水河的细灵龟最养人。收拾一下，进山。我也去。黑水河阴冷偏僻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天冷得很，没好处。上次你进山打猎，我担心了一整天。我不怕冷，只想跟着你，能搭把手照应着。想陪我，给我暖身就直说，还拐弯抹角的。你别胡说，再乱讲我就不去了。疯子，就让弟妹跟着吧，2个人结伴，路上也有照应。行吧，想去就去，过来。你要干什么？陈峰单膝跪雪，攥住他的脚踝，用草绳牢牢缠紧鞋底，打好死结。雪地冰面太滑，你是脚底节不抓的，摔着没事，磕坏脸可就亏大了。苏清雪望着他的发顶，默默抬手搭在他肩头，温顺配合。换另一只脚。苏清雪乖乖抬脚，任由他打理妥当。
一路向北进山，景致愈发荒凉。拽着我，这样走路不太方便。别啰嗦，这叫双人牵引，省力又稳当，是科学。苏清雪被逗笑，轻挠他掌心，陈峰心头微动，收紧手掌，将他的小手紧紧护住。陈峰将苏清雪护在身后，开启视野探查，冰层下密密麻麻的鱼群光标清晰可见。他正欲动手，忽然瞥见岸边一串崭新特殊脚印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估计是山里野东西，成精穿了人鞋。看好了，今天让你见识下什么叫强行上鱼。一名身着旧军大衣的老者伫立冰面，身姿挺拔。苏清雪心头微紧，悄然藏手身后。后生，你这个吊位卖不卖？冰面是天地的，我可做不了主。老者被噎，面色微沉。我是说你开好的冰眼，开个价。不卖，我大姐体虚，等着鱼汤补身，给做金山都不坏。你用猪油做饵，腥气太重，反倒鲸鱼了。老爷子，来一根。你那是死冰眼，水流凝滞，没有食料，根本留不住鱼。你说什么？我这是暗流交汇口，氧气充足，食料聚集，是天然鱼道。天快黑了，拿回去填个菜。你往前30步，朝冰下有曹颖的位置下钩，必定有鱼。你什么时候懂这么多门道？梦里白胡子老神仙教的。李云山半信半疑，按步数前行，找准位置挥铅凿冰。上钩了。苏清雪瞥见老者大衣内侧的制式枪套，心头一紧，再次拽住陈峰衣袖。别怕，我心里有数。好小子，真有本事。老者忽然眉头紧蹙，捂住胸口，面露痛楚。老爷子，你胸口有旧伤？扰毛病了，早年中弹残留弹片，一到寒冬就刺痛难忍。后生，你长得很像我一位老战友，你父亲是不是叫陈大山？是。李云山身形微晃，眼底泛红，眼前少年的眉眼与记忆里炮火中憨笑的年轻战士渐渐重合。好啊。陈峰默然伫立，苏清雪暗自担忧，轻拽他衣角。陈峰反手握紧他冰凉的手，轻声安抚：这是部队给我的奖励，我这条命是你爹救的，你收下。老爷子，这我不能收。怎么嫌弃他老舅？我爹救的是袍泽兄弟，是过命的情谊，我若收了表，情谊就成了交易，我陈峰不能丢我爹的脸面。李云山骤然怔住，眼前少年的倔强模样与当年舍命背他的士兵别无二致。您旧伤未寒，这鱼是水里人参，最是温薄。我爹不在了，您是他的老班长，就是我的长辈，这鱼是我孝敬您的，只谈情谊，不谈报答。李云山彻底僵住，看着手中怀表与鲜活精灵剂，暖流涌遍全身，热泪瞬间涌上眼眶。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有你爹当年的风骨，这份孝敬我收下了。往后谁欺负您，尽管找我，天塌了，李叔替你扛。二人道别。仆父吴全子。丁，成功捕获传说级稀有物种精灵剂，狩猎评级完美，解锁稀有奖励，年代技能盲盒成一。开启。金芒骤然炸开，海量古一典籍信息涌入陈峰脑海，如洪流冲刷意识。太阳穴剧痛袭来，他身形一晃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剧痛转瞬消退，陈峰视线扫过苏清雪，一眼看穿她气血亏虚，宫寒郁结，肝气不舒，思虑过重的体虚症状。那条最好的精灵剂，咱们送给李叔了。放心，大姐的药引子少不了。陈峰扬竿速钓，收获2条鲜活精灵剂，品相虽稍差，依旧珍贵。天色漆黑，他收好渔具，牵着苏清雪背篓返程。刚才那位李叔绝对不是普通人吧？这年月随身带家伙的，能是普通人？那你还主动送鱼，跟他交好，还觉得我不该送礼，不该攀交情，对不对？媳妇记住，最稳的关系不是送礼，是人情。我爹救过他的命，恩情天大，手表人情两清，送鱼却是亲情，越处越厚。苏清雪似懂非懂，轻轻点头。帘门帘掀开，屋内暖意滚烫，灯火通明，床前明月光。哥，疑是地上霜。哥，嫂子，你们回来了。哥，这鱼是金子做的吗？这是老人说的金鳞剂，是难得的祥瑞啊。真好看，太好玩了。哪是什么祥瑞，就是肉质细嫩的鱼，正好给大姐补身子。媳妇，过来。干嘛啊？伸手，我给你把脉。山里一老猎户教的绝活，专治体虚。别闹，大姐他们还看着呢。疯子，这鱼怎么做法？还是炖汤吗？今晚我露一手，做一锅咸掉眉毛的金鳞鲫鱼汤。媳妇，你身子亏空严重，往后得听我的，好好调养，晚上多加养护。一会一条美味的鱼做好。西月妞妞扒着炕沿垂涎欲滴，苏清雪也满心期待。开锅盛汤，姐你先喝，趁热。这太金贵了，留给孩子和清雪喝。让你喝就喝。暖和，太暖壶了。陈峰依次给苏清雪2个孩子盛汤，满屋只剩清甜的喝汤声，静谧温馨。姐伸手，我给你看看。陈秀兰乖乖抬手，陈峰闭目搭脉，屋内瞬间鸦雀无声。你入冬后腰刺骨隐痛，夜夜难眠，多梦盗汗，胃口差，咽油腻，起身时常头晕发黑。你所见5年前被火棍烫伤，
留了核桃大的疤痕，阴雨天骨头又酸又麻。陈秀兰手中碗具哐然落地，嘴唇哆嗦，难以置信。苏清雪、王桂兰满脸震惊。早年体弱久病成医，进山偶遇奇遇，梦里的老神仙传授医术。二人闻言，金色尽数化作恍然。陈峰拿笔在烟盒纸上写下药方：当归、黄芪、红枣、枸杞。我明天去公社抓药，你日日煮水代茶，每日2个鸡蛋，顿顿野猪肉里脊，必须进补，不许节省。家里女人的身子，往后我全权负责，谁再省吃糟践身体，就是打我的脸，这事我说了算。苏清雪望着他担当果敢的侧脸，心头一颤。次日清晨，天色未亮，陈峰早早起身下厨，意念一动，一锅凝冻的金鳞鱼冻，一袋精细富强粉悄然出现。他和面揉面，切面擀条，动作娴熟利落。鱼冻入锅化开浓汤，面条煮熟，撒葱淋油，鲜香扑鼻。开饭4碗奶白鲜香的鱼汤面端上桌，众人尽数正主。太金贵了，我喝点汤就好。陈家规矩，自家女人只许富养，不许糟践。这碗面你必须吃完。陈秀兰热泪坠碗，不再推辞，大口吃面，暖意欲贴全身。文具盒放好了吗？放好了，嫂子。西月，去洗把脸，小脸脏成小花猫了。啊！陈峰拿起书包拉开拉链，崭新的卫星文具盒上印着半截脏污难写脚印，书包缝线还有拉扯破损的痕迹。